他是《鹿鼎记》中唯一能跟韦小宝同台飙戏，还能略胜一筹的抢镜之王，一副满脸正义贱兮兮的表情，被誉为站着不动就能令人捧腹大笑。卑职对韦大人的敬仰，正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啊，又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对不对？多龙，韦大人，您猜对了，又是我出卖你的。 这个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是啊，哎呦！被多龙出卖的是鹿鼎公韦小宝，号称铁齿金不换、成事可靠小郎君。而不久前，韦小宝不小心捅伤了海大富海公公，晚上刚点上蜡烛，就被杵在身后的海公公新造型给吓得翘了帽子。不关我的事啊，海公公！海公公一头银发爆炸头，嘴里一直嘟囔着寻找自己宝贝。小宝这才察觉他已经神志不清。当年海公公1岁就晋升进宫，最大的执着就是那一节宝贝。于是小宝赶紧抱来储存药罐，哄骗海公公喝完就能恢复男人雄风。接着便准备撒丫子开溜，可没想到海公公喝得贼快，一眨眼又闪现挡在小宝身前，并且还把五毒伞给当成了宝贝，一股脑吃了下去。结果下一秒， 海公公浑身真气大量外泄，导致他像个皮球一样在房间里来回蹦跶。而在一阵无差别原地弹射后，散掉真气的海公公又严重智力下降，到了鹦鹉学舌的幼年阶段。公公，你没事吧？公公，你没事吧？我在问你，干嘛学我？干嘛学我啊？ 第二天，皇上终于发现了小宝假太监一事，为报自己龙体一抓之仇，果断对着小宝一通暴力猛怼。尽管疼得撕心裂肺，小宝也只能咬牙硬挺，等皇上彻底消气，找回了面子，这才免了小宝的假冒太监之罪。接着，皇上给他说了一个秘密，原来就在刚才，鳌拜不顾皇上警告，直接越权杀了顾命大臣索尼。 这明目张胆的挑战皇权，让皇上下定决心除掉鳌拜，不然自己的皇位将坐不安稳。随后，皇帝叫来自己暗中培养的亲信，御前带刀侍卫多隆，三人商量怎么能悄无声息地将鳌拜干掉。小宝说可以效仿荆轲刺秦王，图穷匕现时一刀索命封侯。而索隆这个老六更是阴招频出，他表示在一旁假扮宫女献上毒酒，一旦鳌拜中毒或者被刺，再利用铁笼机关将其困住，到时候就是关门打狗、瓮中捉鳖。如果还是不行，就派出已经失心疯的海公公。如今小宝和他动作整齐划一，明天只需将其打扮成关公模样，瞅准时机一刀下去，从此皇上就能高枕无忧。可这天衣无缝的刺杀计划，第一步的图穷匕现就被鳌拜发现了破绽。紧接着，装扮成宫女的多隆端来毒酒，鳌拜喝倒是全喝了，但一转眼他就用内力全逼了出来。正宠的宫女，敬我了酒会真的喝吗？你试试。还奇怪。不料铁笼下坠速度太快，小宝自己也被关了里面。就在他庆幸鳌拜无法动弹时，天生神力的鳌拜只是稍一用力，就震开了所有束缚，并且鸟都不鸟小宝一眼，径直掰弯铁笼朝着皇上走去。这一幕吓得皇上惊出一身冷汗，赶紧解释弄这一出是在试探武功。接着话锋一转，将鳌拜引去拜关公，证明忠心朝廷。而鳌拜现在还不想撕破脸皮，便顺着台阶去跪拜表起了忠心。眼看时机已到，小宝立即在其背后做挥刀动作。世间太保傀儡真公干，这一刀彻底激起了鳌拜的杀心。他一把将海公公丢出去后，就准备向着皇上出手。这时多隆吃着解药带众侍卫高手赶到，可鳌拜一身铜皮铁骨，刀枪不入，侍卫们刺出的武器根本无法入肉半分。再加上鳌拜天生神力，内力循环，当即震得众人重伤倒飞了回去。接着不等这些人落地，鳌拜又抓住他们辫子一通猛甩，在强大的拉扯力下，侍卫们一个个失手分离而死。没想到看到这恐怖血腥一幕，海公公竟突然恢复了神智，于是立马起身欺身而上，以苦练多年的画虎连掌对战鳌拜的13太保红炼金主咒。两人武功路数，一个至阴至柔，一个至阳至刚，可终究还是鳌拜略胜一筹。一套连环无影脚重伤海公公胸口，而眼看自己处于劣势，海公公使出终极必杀五指偷桃，结果鳌拜已经练成缩阳入腹，这一招偷袭宣告失败，一脚将海公公踹成了重伤，接着转身朝着皇上飞扑而去。见此一幕的小宝和多隆两人赶紧推着皇上四处躲，不过跑得始终没有飞得快。眼看鳌拜杀招到来之际，海公公拼尽全力抱着皇上跳窗逃了出去。小宝想跑却被一把揪住辫子，多隆这个老六立马装死倒在地上。孤立无援的小宝立即心思一转，说自己是鳌拜失散多年的儿子。一番话说的对方愣神，他急忙使出绝招穿心龙爪手，给自己争取到了逃跑机会。小宝火急火燎的去找贾太后求救，因为他知道现在整个皇宫就属他的武功最高。鳌拜造反了！他杀了皇上，现在就要来找你，还说要将你先奸后杀，再奸再杀。而话音刚落，
鳌拜就破墙而入追了过来。贾太后见状冷笑一声，果断使出独门绝技金蛇缠丝手，迎着鳌拜的13太保金钟罩攻了上去。闪转腾挪间，贾太后身姿飘忽不定，在鳌拜身上左突右进，如蛇一般的体质滑腻难抓，鳌拜根本无法攻击到对方。接着贾太后虚晃一招，在鳌拜下意识抵挡之际，双指瞬间拉长戳中双眼位置，可鳌拜毕竟身经百战，立即反击一掌击飞了贾太后。隐藏的婢女立即现身，甩出天蚕丝裹住鳌拜四肢。贾太后当即拿出数根特制暗器神龙刺，封住鳌拜全身奇经八脉，让他的内力施展不出武功全失。与此同时，皇上带着兵马赶来慈宁宫护驾。得知这些的贾太后赶紧返回屋内，担心自己会武功的身份暴露。如此一来，制服鳌拜的功劳又落在了小宝身上。你没事吧，皇上？经过一番苦战，我终于把鳌拜这个反贼降服，得保太后平安。你有没有受伤？哎呀，我受了内伤，如果能给我个几万两去买药吃，应该无碍了。接着众人去给太后请安，贾太后顺势夸赞小宝誓死护驾，勇气可嘉。如果不是太监之身，可以封官加爵作为赏赐。闻听此言的皇上赶紧解释小宝没有近身，一切都是一场大乌龙。贾太后顿时大吃一惊，这才明白建宁公主那天的擦枪走火是真枪实弹。而随后，皇帝封小宝为不及格大学士。现在封你为不及格大学士，御赐黄马褂，专责抄封鳌拜家产。多龙，你负责协助伪学士。谢皇上。在抄家这天，小宝不停地往袖子里装银子。多隆一看他这没世面的样，顿时心里一阵窃喜，汇报鳌拜的总资产有38万。结果他这点小伎俩对上小宝这个老油条，瞬间完败，被一句禀告皇上举报贪污下注，立马改口说鳌拜总资产有138万。可从他的眼神中，小宝看到了欺骗与奸诈，于是继续编造酷刑吓唬多隆，哪个刑法越严重越说哪个。他现在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一句话就能改变人的生死。一番说辞下来，吓得多隆浑身直打哆嗦，赶紧再次改口。卑职看清楚了，鳌拜的总资产是1380万两，还有很多是没记录的。卑职建议啊，把它全部搬到大人府上，等大人点清之后呢，再呈上去。大人见多隆终于上路，小宝随后来到院中，宣布将鳌拜一大票老婆送到自己府上。